YouTube 视频上传常见的10个错误，你都犯了吗？他们可能会悄悄毁掉你的频道，而你甚至都没有发现。第一个问题是选择了错误的视频类别或根本没有选。很多人在上传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选项。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话， YouTube 就会自动为你分类，但经常有可能是一个错误归类。例如 YouTube 会自动把我的视频归为人物和博客，可能是因为我出镜了。但实际上我频道的视频呢，我一般是会选择科学和技术。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频道到底是属于哪个类别，专业的做法呢是查看类似频道的视频以及它们的分类。比如我任意点开 OpenAI 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视频，右键点击检视网页原始码，在这个界面按住 Command F 输入 Category 搜索，那一般呢它会在第3个搜索结果中，这里显示的就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这个呢是和我选择的分类是一致的。第二个错误呢就是没有修改你视频的原数据。首先，视频原数据指的是你上传视频的标题、描述和标签，它们都是谷歌需要的视频底层代码，方便他们把内容和用户的搜索结果进行匹配。没有它呢，谷歌和其他搜索引擎会更难弄清楚你的视频内容是关于什么的，进而影响你视频的搜索排名。所以呢，我们在上传视频之前，可以右击文档，点击取得资料，把视频文件重命名为大多数人会直接在谷歌中搜索的关键词，注解中填入关于视频的描述内容，再把视频标签复制进去。那么该如何确定我填入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我自己是用 TubeBuddy 做 SEO 搜索的，比如你搜索关键词，然后选几个评分较高的就好。第3个错误呢，和我们刚才介绍的类似，但这次不是视频文件，而是缩略图文件。缩略图原数据也可以帮助谷歌和 YouTube 来快速的找到你的视频。因此，如果使用之前的方法重命名缩略图文件名，我们的缩略图甚至可以出现在 Google 相册中，从这里是可以直接跳转我们的视频链接的，这无疑又增加了曝光。第4个错误呢，非常常见，就是启用自动章节功能。首先，正确的章节不仅可以帮助观众快速找到他想要看的部分，还增加了你的视频在谷歌搜索中出现的几率。但如果你勾选了这里的自动章节功能，由谷歌自动生成的章节有时候会不太准确，无论是位置还是标题都有可能出现问题，进而影响你的 SEO 结果。所以呢，我一般推荐大家在视频说明栏中手动添加章节。第1个章节呢，应该是从0秒开始，每个章节至少要持续10秒。同时呢，我们为章节取名的时候，也需要平衡内容的揭示度，既不要给太多的信息，也不要太过于模棱两可，让搜索词过于模糊。第5个是忽略了描述中的标签功能。当我们在视频说明栏中输入井号键以后，系统就会根据输入的内容推荐热门的标签。你可以选择一个推荐的标签，那么 YouTube 会把你的这个视频和有相同标签的视频一同推广。或者呢，你也可以根据内容自己去新建一个标签。YouTube 关于这里标签的数量没有限制，但是呢，会在我们添加的所有标签中自动挑选3个最有吸引力的标签，显示在视频标题的旁边。再次提醒，有效的标签可以让 Google 和 YouTube 能快速的知道你的视频内容到底是什么，从而吸引更多的关注，进行广泛的推送。那一般来说呢，标签的字数越长，竞争越少，但搜索的广泛性也会有所降低。所以建议大家混合使用长关键词和短关键词。第6个错误是不添加字幕文件或关闭字幕功能。全球有近20%的人有听力障碍，这意味着超过15亿人的人可能看视频的时候是依赖字幕的。而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上传一个 SRT 字幕文件。现在无论是剪映 CapCut 还是 Filmora， 都有自动识别并添加同期声字幕的功能，根本不需要你自己去一个个打出来。那当它们识别出来以后呢，我们直接把 SRT 字幕文件导入即可。第7个错误呢，就是忽略了多语言字幕。那我们之前讨论了添加字幕的重要性，然而呢，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多语言字幕的强大潜力。如果你的视频可以吸引国际观众，提供多语言字幕可以极大的扩展你的观众受众范围。我们可以直接在字幕这里添加不同国家的语言，并让谷歌帮你自动翻译。第8个错误就是忽略了结尾卡片。YouTube 不仅会奖励那些可以留住观众更长时间的视频，
还会讲义能让观众观看更多视频的频道。因此结尾卡片是你引导观众去观看你频道其他视频的一个绝佳的机会。结尾卡片呢，我建议就包含这2个元素：引导关注和一个视频推荐。首先，引导关注可以鼓励观众订阅你的频道，而视频推荐我建议只放一个，是因为这个片尾卡片本身的时间就很短。如果你还放2个视频让观众去选我到底该看哪一个，那么很大的概率最终他们就是什么都不选。所以最佳的做法就是引导观众观看一个和当前视频比较相关的视频，因为他们既然会观看你现在这个视频，就代表他们对这个主题的兴趣很大，继续观看的可能性呢也会更大一些。至于这个片尾怎么设计和制作，我自己是直接用 Canva 上的模板的。这个要求我认为不高，只要画面简洁，突出重点，不要太乱就好。接下来第9个错误呢，就是忽略了社区互动的力量。YouTube 算法现在越来越重视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因此你的视频不仅要高观看时长，还需要有高互动率。评论、点赞、分享、订阅等等动作都是衡量你视频是否成功的关键指标。那为了提高互动率呢，你可以在视频中直接向观众提问，比如你有任何关于 YouTube 运营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或者呢，你也可以把自己的评论置顶，来进一步的推动大家的讨论。此外呢，及时回复观众的评论也能建立和粉丝之间的联系，提高大家的参与感。而且呢，大家还不要漏掉社区这个功能。我们时不时在社区中发帖和观众进行互动，这不仅可以提高观众对我内容的忠实度，还可以帮助你去测试一些新内容的反响。那最后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没有充分利用观看列表的功能。观看列表不仅可以帮助你管理你的视频，还可以增加观看时间。通过创建和主题相关的观看列表，观众更有可能继续观看你的视频，而不是只看一个就离开。除此以外呢，观看列表本身呢也是可以被搜索到的，并且它会作为一个整体推荐给观众。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为自己的频道去创建一些合适的观看列表，来增加你的曝光率。好，这就是 YouTube 视频上传常见的10大错误了。现在是时候检查你自己的频道，看看有没有存在这些问题。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呢，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我会尽量回复的。祝大家都能在 YouTube 上面大获成功。